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万事漫语。最近好像枇杷都上市了，市面上还蛮常见到它的。我自己是很喜欢吃枇杷的，就只要上市了之后都会想着法儿的去吃它。所以今天来给大家做一个枇杷塔。首先来做塔皮，打蛋器打发一下充分在室温软化过的黄油，往里加一点细砂糖，继续打发。到你能明显感觉到黄油的颜色变浅发白，有蓬松感的时候，刻入一个鸡蛋，然后继续打发。这时候会水油分离，不要惊慌。打一会儿之后，它就会融合了。这时候会很像乳霜的质地。接着分2次筛入低筋面粉，不要过度的揉捏它，成团就好了。包上保鲜膜。放到冰箱，你需要冷藏它一会儿，大概半小时到1小时吧。接着来做塔的内馅，就是很经典的 pastry cream。这里有2个分好的蛋黄，把玉米淀粉、低筋面粉过筛加进去，用小蛋抽稍微搅一下，加一点牛奶帮助它拌匀，大概2-3大勺就好。接着呢，剩下的牛奶还有糖倒入小锅中。煮到牛奶即将沸腾，糖都融化的时候，趁热倒入蛋黄糊中，一边倒一边不停地用蛋抽搅拌。拌好的混合物重新倒回小锅中，加一点香草精，用最小火加热。注意这时候非常重要，一定要一边加热一边不停地大力的搅拌，一定要让这一整锅酱受热很均匀。你会发现它在某一个时间点会突然一下子开始变得粘稠，然后你会在锅底看到这样的泡泡。这时候就要立刻关火了，然后趁热不停地搅拌它，直到这个酱变得非常粘稠顺滑，看不到什么颗粒的状态。这其实就是一种卡士达酱。转移出来放到一个碗中，保鲜膜包上，注意保鲜膜的表面要贴着这个酱的表面，送到冰箱去冷藏。这时候可以预热烤箱了，预热180度，注意用上下火的功能。之前准备好的塔皮的面团从冰箱拿出来，这一团可以做2个6寸的塔，取其中一半，表面可以撒一点粉防粘，团一团，用擀面杖把它擀成厚薄均匀的面片，大概2-3毫米厚吧。你可以拿这个塔的模具比划一下，擀到它够大就行了。然后用你的擀面杖把它卷起来，帮助去移动它，因为这时候面片非常的软，很容易变形。把它铺在塔模上，然后轻轻的把它填进去，用擀面杖在顶部这样擀一遍，就可以去掉多余的面皮。底部用小叉子扎出一些洞洞来，防止它一会儿烤的时候鼓起来。这时候你还可以在上面铺一张烘焙纸，放上一些黄豆，或者随便什么豆子都可以。这样可以进一步保证它底部完全平整。放入预热好的烤箱，180度，需要烤大概15分钟。这个烤箱的颜色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喜欢，这是我们特别定制的颜色。然后我之前有马粪盘，还有铸铁锅，跟它都是同一个色系。取出来之后呢，把上面的豆子拿掉，再送回去烤，继续烤个大概10分钟吧，所以总共烤了大概25分钟。这样塔壳就烤好了。取出来之后放在架子上晾凉。对了，其实之前烤过的黄豆已经烤熟了，你可以吃吃看，还挺好吃的。下面继续准备塔的内馅，把奶油打到8-9分发，直到看到表面可以 hold 住花纹。之前冷藏过的卡士达酱拿出来，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它是一整块的状态，所以你可以拿打蛋器再打一下它，让它重新变得顺滑。分2次把打过的奶油加入到卡士达酱中，彻底拌匀，这样 pastry cream 就做好了。把它装到裱花袋里，前面不需要套裱花嘴，剪个口，把它均匀的挤到已经凉掉的塔壳中。最后再来准备枇杷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剥枇杷的小技巧，这是之前买枇杷的时候，一个卖枇杷的大叔非常强烈建议我要这么做的。拿一个勺子在枇杷上这样刮一下，就可以看到皮上会出现一条这个印记，然后把它这样一整圈的刮下来，让它的每一块皮都被刮到，或者你用你的指甲也可以。
这样刮过一次之后再剥皮，它就能够剥得非常完整。剥皮后切半，把里头的籽都去掉。因为枇杷剥皮之后挺容易氧化的，所以建议你吃之前再准备它。最后就把枇杷铺在塔上就好了，放多一点放少一点也都随意了，或者换成任何一种你喜欢的水果都可以。最后呢，因为我院子里薄荷长得很茂盛，就摘了一点放在中间装饰一下，这样非常简单的枇杷塔就完成了。好了，今天这个枇杷塔就做好了。如果你是在外面西点店里买到这种水果塔的话，一般表面会刷一层果胶保持色泽，但是我觉得其实在家做就没必要了，你就保持这个水果新鲜水灵的样子就好了。但是要尽快吃哦，不然过一会儿它就氧化了。然后今天这个塔皮它是有非常浓郁的黄油的香味儿，中间甜的这个是经典的 pastry cream， 会有这个卡士达的香味儿和奶油的香味儿，最上面就是现在正当季的枇杷，组合在一起，反正味道是非常好的，希望你们喜欢。分崩离析啊！